一样啊，这个陈金德一样是新潮流的啊，现在是台湾是已经处于一个新潮流治国的状态了。这个防弹纤维布啊，过去这几年，从2017年一直到现在，涉弊的案子几乎是年年发生，越来越夸张，越来越严重。这个防弹背心啊，不是只有军人要用而已啊，我们的调查局、我们的矫正署、监狱，通通都要用。主委，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来，背后在胡搞瞎搞的人，几乎是同一批人。这件事情有多严重，请诸位仔细看。我不知道这个防弹背心，当初防弹纤维布价格是怎么定的，但是业界大家都知道，利润很高。因为利润很高，你会发现有一些莫名其妙、根本从来没有听过在做防弹纤维布的公司哦，甚至是上市柜的公司，全部跑来标。得标了以后，再转给其他的公司来处理啊，等于就是我去参与那个标案，我只是要赚一手啦啊，下面由其他转包的公司啊来处理，结果导致的状况啊，来我们就先看我们的国军防弹纤维布啊，搞到什么？搞到从中国进来啊，7000多万，7000多万就 cover 了，结果我们啊国防部开的标啊，价格是2、3亿哦。利润很高嘛，才有人这样胡搞瞎搞嘛。好，来请教一下主委啊。第一个，工程会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第二个，站在工程会的立场，对于这种系统性的弊案可以怎么处理？跟委员报告哈。那么这几个个案呢，有涉及违法的部分，有的已经有采取停权的措施了。不过这个问题是涉及到整个国军或警察相关的生命的安全，所以工程会愿意针对刚才委员提供的这些人啊，这些姓名，那比较有系统性的去了解，那么他们是否有改变名称去成立其他公司，或者是个人改名啊，再继续从事这样不法的工作，那么工程会把它列为最优先。针对这些公司、这些人，全部做一个清查，尤其针对防弹背心的部分。好，来，刚刚主委说违法的部分啊，工程会有停权的嘛，对不对？我的问题是有吗？有停权吗？来哦，我们具体的来看呐，我把整个系统图大概都搞出来了啦。前面是一个工位公司，大同的。大众电脑的转包给这个工位公司，后面有全程国际，有龙泉科技，这个叫李信勋的，同一票人呐，不一样的公司名称呐。但刚主委说，该停权违法的都停权了，我的问题是有吗？这大众停权，大同这个案子刚进来。没有全部停权的哈，我刚刚大概语义有点疏漏。那已经停了大众，那大同还在办理中。2022年哦，我去追国防部，我那时候虽然不在立法院，但是站在台湾公益的立场，这些垃圾事情就是要把它清干净。我们同意委员的。我去问国防部，为什么大同大众工位没有停权？那个时候弊案整个都起来了嘛。主委，你知道国防部怎么回应吗？说公共工程委员会这边经过调解成立啊。所以就没有办停权，停权跟调解成立无关了，是嘛？所以那时候国防部出来讲的时候，公共工程委员会要站出来讲啊，媒体都有披露啊，你国防部胡说八道啊！调解是私人厂商的纠纷嘛，就履约争议啊。停权是公共利益嘛，该停权的是不是要停权？是不是？没有错嘛？那当然，公共工程委员会我就看不懂啊。你们自己都有下去看啊，全程垄权影响采购公正，啊，甚至有的法院都判刑了。但我现在问题就来了，涉弊厂商大户工位有停权吗？我刚执行以前我还去查哦，没有啊。目前就大众停权。啊，对啊，啊，其他公司为什么不停权？其他公司要查一下是不是有立案，或者是说符合停权的要件。来，我全部都帮你列了。包委员了哈，这个委员应该对停权的制度非常理解，因为基本上是机关发动了。那我们这边就是，所以是机关怠于发动嘛，对不对？我们去了解一下了。来看一下哈，哪些机关怠于发动？我的国防部怠于发动啊，
我们的法务部矫正署怠于发动啊，我们的法务部调查局怠于发动啊，我现在就看不懂了啊！不孝的厂商拿不符合规格的东西，甚至有些是从中国搞进来的，结果呢，大把的银子赚了以后，置我们的国军弟兄、我们的检调同仁、我们的矫正同仁的安危于不顾。结果这种不孝的厂商到现在还没有停权，一而再再而三，食髓知味。今天主委或者是副主委，您给的答案是说，负责的机关没有报上来嘛？好，可不可以去了解一下？可不可以去了解一下负责的机关为什么没有报上来？我们可以去了解。需要多久？发一个函请他们1个礼拜说明啊？为什么到现在没有报停权？放水哦。好，我们1个礼拜发文没有问题。1个礼拜之内发文啊，请这些相关的机关1个礼拜回复啊。了解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哈。这些机关了解需要多少时间？第二个事情哦，请国防部说明哦，2022年为什么拿公共工程委员会的调解当挡箭牌？那可能他对，是新闻对外讲的，是不是？不是哦，这是国防部正式发的声明哦，请国防部讲清楚哦。为什么拿公共工程委员会的调解当挡箭牌，帮特定的厂商放水哦？可以这样干哦？今天主委讲得很明确了嘛，调解是私人厂商的事情嘛，停权是公共利益的事嘛。当初国防部发那个函，是在帮谁护航、帮谁遮丑？利润那么高，搞这种烂事不用负责，然后结果竟然是国防部出来擦脂抹粉，这样对吗？主委，我敢讲，我一定负责啦。你请公共工程委员会的同仁回去查一下新闻啊，当初就是国防部发的新闻啊，函询国防部，当初谁发这个新闻，谁做这个决定的，可以吗？我们会去查这个新闻了解了哈，那必要的时候会请国防部啊，能够针对相关的政府采购法的规定啊，比较能够也请国防部能够要了解。其实我追了好几年了啦，我为什么追了好几年？可能我们一般的网友不知道，我们那个防弹背心、防弹纤维布，我也不晓得该怎么讲。就是说防弹纤维布，我们买的防弹背心，给我们阿兵哥冒险犯难的国军调查员这些矫正署的给他们穿，但在市场上面，这个防弹背心、防弹纤维布，它利润的 margin 很大。所以搞到你会发现一些光怪陆离的东西。什么叫光怪陆离的东西？大家有听过大同公司吗？大同是做什么的？做电锅嘛。大家有听过大众电脑吗？大众电脑是做什么的？做电脑嘛。你有听过大同公司、大众电脑在做防弹背心吗？你有听过大同跟大众电脑在卖防弹背心吗？那大同跟大众电脑没有在做防弹背心，那他去得标了以后，那就要找其他的厂商去搞这个防弹纤维布来嘛。那我又看到大同公司、大同电脑跑去标这个，我其实就开始追了。我后来去问，我还知道，这里损就管了呀。然后有一些特定的集团业者在把持，所以大同跟大众电脑弄，他们也是交给别人搞。最近大家新闻比较没有发现，也是一样，另外一家上市柜公司叫做互益科技，它得标，它还是交给别人去搞。但这些事情出事了以后，你们在媒体上面看不太到，新闻大概被压下来，你们在媒体上面看不太到。真的，你说大同跟大众电脑当初出事了以后，我就在追说奇怪怎么没停权？结果国防部的回应说那人家厂商都已经调解了调解跟停不停权有什么关系？互益科技这个也一样，军官跟厂商现在被压了，但是你们在新闻上面看不到。这些厂商再去标这些东西，理论上他们都要有厂房在做，结果都没有。像这个互益科技，他也没有厂房在做这个事情。来，我其实都整理好了，来看看。我就以这个国防部7亿元的抗弹板采购案，互益科技得标，结果我一看它下面的工厂登记全部都废止了，它根本没有工厂啊，它交给什么？它交给另外一家公司另外一家公司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包括从中国那边进假的防弹纤维布进来的这个人八股
怎么会这么强啊？当初国防部有没有人去查厂？当初有没有立法委员介入？这个案子在查的时候消息封锁的非常好，连法院都裁定羁押了，现在也还是没有新闻出来。这个棒，国防部的预算呢，买防弹衣结果被不孝的厂商拿中国制不合格的东西来滥竽充数，置我们国军弟兄的安全于不顾。这种不孝的厂商，到今晚阿北出力，啊你敢丢？结果赫然发现。这比赛出力，这出力都会出代志。科技公司做电锅的、卖电脑的，全部都来做防弹背心，结果标都给他们拿，因为你光看这个防弹纤维布，它出事的频率太高了，从来没有间断过。真的，我每一个都帮他们整理出来了，从来没有间断过。得标的厂商看起来不一样啊，背后实际在供货的都是同一群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为什么会拿这个问公共工程委员会？因为我没有什么特殊的资讯，我透过公开的资讯整理完了以后，就发现这个事情很离谱，那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我们政府很有钱啊，